每个人的身影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芒之中，那是不朽神族独有的气息，如同永恒的星辰，永远不会熄灭。他们的眼神深邃而遥远，仿佛经历了无尽岁月的洗礼，蕴含着摧毁一切的无尽威能，气势强大而独特，仿佛不朽不灭，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。萧炎与圣魔尊们的紧张气氛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下，被一股更加深沉的压迫感所取代。这股强横的特别气息是不朽气息，他们是来自神界与世界的7大神族之一，不朽神族。运势盘龙的声音在此刻也带着一丝恭敬，却难掩其中的震惊与敬畏。他凝视着那些数十道散发着不朽气息的身影，深知眼前的这些身影实力修为非凡，乃是7大神族之一，代表着神界域世界最强天花板之一的神圣底蕴。这一刻，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不朽神族的这股力量是他都难以企及的。那些众人看到不朽神族的身影出现砸这里，他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压迫，虽然不是针对他们，但仅仅弥漫就已经让他们差点无法呼吸。不朽神族，他们都是大能者，气息好强大，其中虽然基本上都是半道神和9重天位神的强者，但也有一些大道主神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他们在这些不朽神族的大能者面前简直就是小小蝼蚁。不朽神族的那些大能者悄无声息的出现，他们的到来就引起众人的特别注意，甚至对不朽神族他们根本不敢动弹，也无法动弹。不朽神族嘛，他们的气息的确有些不同。萧炎却是眼角微挑，金眸中闪过一丝金光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数十位大能者身影，无疑给了萧炎未知的局面。灭神副府主和5位圣魔尊感受到这股新出现的气息，心头一紧，他们知道局势对他们愈发不利，而且不朽神族与灭神府关系不佳，更是对魔物有一种憎恨。萧炎和沐尘站在原地，面对着这股强大的不朽气息，他们并没有丝毫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意志。这片虚无的空间中，因为这些不朽神族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的紧张，瞬间将刚刚萧炎与灭神府圣魔尊们的一触即发战斗所取代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不朽不灭的气息，那是对不朽大能者的敬畏，也是对未知的恐惧。真是好巧啊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下界的神奇在交战。在这些数十位来自神界域世界的不朽神灵大能者中，其中一位身穿淡粉色衣衫的中年女子款款而行，她的白发随风飘逸，如同银河倾泻而下。她的五官仿佛时间雕琢的艺术品，细致到毫厘，岁月未曾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，精致无瑕，仿佛时间对她格外宽厚。她那妖娆的身姿宛如柳枝随风轻摆，既有柔弱之态，又不失威严之姿，可她的年龄至少也有着1000万岁。她的眼眸中闪烁的不死不灭的金芒，仿佛是生命之火，永恒燃烧，给人有一种永垂不朽的神气。她正是不朽神族现任的神族长，也是不朽神族的第一不朽神女。即便在1000万年的时光洪流中，她也如同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，照耀着不朽神族的历史，执掌着不朽神族的命运。望着眼前率先开口说话的那道美貌女子，众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心思。虽然对方美丽无瑕，是所有男人心中的目标，但对方可不是寻常之人，而是不朽神族的神族长。一旦惹怒这位不朽神族长，那么下场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绝望和不敢相信。不朽神族的神族长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一直没有说话的沐尘呢喃了一声，不知道为何，沐尘见到这不朽神族的神灵大能者，就有一种特殊的熟悉感。这种熟悉感说不出来，但总感觉它存在。此时此刻，灭神副府主和那5位圣魔尊们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，他们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只见他们这些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圣魔尊级别的存在，此时也都个个面如土色，不敢有任何大动作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凝重的气息，周围的时间都在这一刻彻底的凝固了，他们的呼吸声压压的极低。突然，一道庄严而神圣的声音响彻云霄，那声音中蕴含着大道之上的威严和不容置疑的命令。灭神府的这些魔物也在啊，本神族长本就厌恶你们这些魔物，不如今日就留在这里吧。不朽神族长的声音如同雷霆贯耳，震得在场所有人耳膜生疼，心神不宁。灭神副府主和5位圣魔尊心中一惊，他们知道这次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烦。他本想趁着混乱之际悄无声息地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但现在看来，任何小动作都可能引发不朽神族更强烈的反应。毕竟魔神大人不在这里，那位不朽神族长的不朽之力可不是他们能够对抗的。而且不朽神族本就对灭神府的关系不好，前者对于灭神府有着无比的憎恨，所以今日灭神府遇上不朽神族的神灵大能，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